明明握着一手好牌，为什么印度就是斗不过中国呢？近些年来，伴随着印度人口的持续增长，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同样拥有着如此庞大的人口红利，咋中国就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印度却宛如一潭死水，长期停滞不前呢？要知道，如果客观来看，两国在近现代几乎同时起步，印度当时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算追赶不上美国、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怎么也不该被白手起家的中国超越吧？不是，现实就是这样发生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困扰着印度的一块死结身上开始讲起。印度是不幸的，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扩张历史进程中，印度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另外一方面，印度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诸多饱受殖民主义侵害的国家当中，印度是为数不多没有经历过流血就成功走向独立的。而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在印度刚刚独立的时候，绝对能够算得上握着一手好牌。一个印度人自诩的大英帝国海外长子称号，就足以说明一切。英国人对建设印度有多么上心，对此我们可以从印度的铁路建设中窥探一二。常言道，想要富先修路，在印度殖民者眼中，修路是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1900年，印度就已经建成了主要的铁路体系。一战前夕，印度铁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56000公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印度铁路更是一度达到了7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中国交通部的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抢修过8278公里铁路。但就算这样，在1949年年底的时候，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也只有2.2万公里。虽然铁路的长度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强弱，但是对于一个急需发展的国家来说，铁路毫无疑问将是带动经济前行的发动机。例如，马克思就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明确表示，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由此可见，在英国殖民者的手下，印度在铁路建设这一关键工业任务上，已经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优势。而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遗产远不止一项铁路这么简单，这些种种汇聚在一起形成的结果，便是印度与中国在近现代同时起步出发，可中国却要落后于印度好几个身位。俗话说得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既然印度在起步阶段占尽了先机，那么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印度又是否还保持着对中国的领先呢？答案显而易见，面对印度，中国早已弯道超车。还是以铁路建设为例，根据公开数据，在2023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已经达到了 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 4.5 万公里。与之相对的，印度如今的铁路总长度为 12.6 万公里。乍一看，两者之间的差距似乎并不是很大。但是要知道，印度这 12.6 万公里的铁路有超过一大半都建设于独立之前，也就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相关设施年久失修，早已不堪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今印度铁路存在这么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什么印度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呢？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印度政府不想改变，而是压根儿改变不了。例如2015年，印度就出台了雄心勃勃的首条高速铁路计划，并与当时拥有先进高铁技术的日本达成了约合140亿美元的协议。但是直到2021年11月，也就是计划出台的7年之后，这一项目才正式开工。等到2022年6月，有日本媒体跟踪报道的时候，更是惊讶地发现，整个项目居然才推进了不到10公里。进展如此缓慢，是因为日本偷懒故意磨洋工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日本的风评不佳，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对外承包铁路建设这件事情上，在中国制造走向海外之前，日本是得到过许多国家首肯的，因此绝对不会在印度身上翻车。所以问题只可能出现在印度身上。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工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原因就是很简单的2点：一来没地，二来没钱。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为例，据印度媒体爆料，在2021年9月即铁路建设正式动工之前，印度政府在该邦的计划征地仅只完成了 30%。 为什么？说白了，就是这些土地并不归印度政府所有，而是掌握在少数的地主手中。他们待价而沽，只要没有得到满意的价格，印度政府根本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拿走1分1毫的土地。于是最终便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当然你可以说，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还是印度政府没钱，如果价格真的够高，难道还会这样举步维艰吗？的确，道理是这个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难道那些不讲道理的漫天要价，政府也得全盘接受吗？很显然，放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不可能的。可唯独印度是一个例外，如果地主们漫天要价，政府还真的只能接受。因为与印度政府相比，这些地主不仅更加有钱，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更加有权。常言道，窥一叶而知深秋，一个征地这样的小事就让印度政府如此为难，那么其他地方的困难显然就要更多了。
而这便是扯住印度发展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没错，在英国殖民者的帮扶下，印度在独立之初拿到了一手好牌。由于没有经历过任何武力冲突，印度在二战结束之后成为了亚洲少有的未受战争影响的工业国家，几乎可以称之为亚洲之光。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流过血，使得印度虽然实现了独立，但却并没有与旧传统实现深刻的切割。所以虽然如今的印度表面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可实际上却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印度没有丝毫差别。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人被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本土的权贵阶级一起统治。后来印度走向独立，英国殖民者离开了，但是那些印度的权贵阶级却并未被消灭，反而因为没有英国殖民者的牵制，政商两界直接明目张胆地勾连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一张无形大网，将所有的印度普通人民牢牢困住。对于权贵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印度普通人民生活的如何，甚至也不关心国家的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他们所紧盯着的永远只有自己眼前的利益。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远没有一个装潢的富丽堂皇的黄金屋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此当国家需要土地的时候，他们待价而沽；当有人抗议种姓制度的时候，他们坚决反对；当有人想要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他们联合在一起进行镇压。也无怪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生前会肯定地说道，印度很难成为大国，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烂泥变不成精美的瓷器。还是以土地征收为例，2015年莫迪政府就曾宣布要对征地方案做出改革，因为按照原本印度的土地征收制度，征收私人土地需要 80% 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征收公司共有土地需要 70% 土地所有者同意，并且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之上。于是莫迪提出，希望在进行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等5类项目建设的时候，可以省略社会影响评估、对粮食安全的影响、70%或 80% 土地所有者的同意等步骤，只需进行市价补偿。然而最终该方案遭到了地主们的激烈反对，莫迪政府只能宣布该方案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实行与否。但是自行决定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规划了数年的铁路，直到第7个年头才修建了10公里。这样一个国家，试问怎么能够有向前进的动力？现在的印度与其整天白日做梦，幻想着在国际上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倒不如回过头来将自家的事情梳理清楚，整理衣衫再出发。或许只有这样，印度才能距离大国梦更进一步。近日，一份特殊的报告横空出世，令世界瞩目。印度竟然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速的领跑者。欢呼与掌声瞬间涌入，一幅美好的蓝图似乎正在南亚的古老土地上渐渐展开。甚至有机构预言，到了2080年，印度经济将超越中美，成为第一。然而繁花似锦的印度经济表象下，实际上隐藏着危机重重。南亚大陆新德里，这里是印度的首都，也有人坚信这是下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印度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古国，有悠久的宗教、动人的传说、稠密的人口。可无论如何，印度距离发达2字似乎都有着一段不远的距离。然而最新公布的一个数字却震碎了人们的固有印象，令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印度。众所周知， GDP 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GDP 增长率更是关键数据。去年末，印度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是印度国内的第3季度的 GDP 情况。可报告问世后，却犹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世界经济的池塘里炸出了引人注目的水花。原来在2023年7月到9月间，印度的 GDP 增速竟然同比飙升了 7.6%。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今日，这个不得了的数据堪称奇迹。去年第1季度，印度的 GDP 增速一度同比增长了 6.1%， 本就令人惊叹。但人们更没想到，印度还能刷新自己的记录。根据印度央行的估算，在2023至2024财年期间，印度 GDP 的平均增长率最终应当稳定在 7% 左右。毫无疑问，这一傲人的数字足以帮助印度在 GDP 增速领域摘下第1的桂冠。印度的表现引起了全球各大经济机构的关注。对于印度的未来，这些机构普遍持积极态度。比如标普全球是著名的评级机构，去年年底该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国际信用的展望报告。报告中明确预测，未来3年印度经济都将强势增长，在增速方面或许会稳居全球经济体首位。就连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相当看好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只要再给印度3年的时间，它的 GDP 总量就能将日本甩在身后。到了2027年，德国也不再是印度的对手。
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结果，或许印度很快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3。就经济体量来说，唯有中美两国才能压印度一头。GDP 的高速增长令印度全国欢欣鼓舞，信心倍增，而西方机构的预测更是给全印度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果不其然，印度飘了。在这一系列预测中，甚至有机构称，到了2080年的时候，就连中美也不再是印度的对手，印度会成为世界老大，在经济上独领风骚。当然，这种说法只会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印度经济增速固然快，但这与印度基础差、底子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如今，印度经济的确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可一旦到达临界点，速度自然会放缓。所谓的奇迹其实是经济发展规律里的必然环节。另一方面，印度还有5大难题摆在他们的眼前，避无可避。印度的5大难题实际上可分为2个层面，即国内与国际。就国内层面而言，印度的尴尬窘境隐藏在 GDP 高增速的遮羞布之下。一来，印度国内矛盾重重，固有的种姓与现代国家的气质背道而驰。当阶级固化与宗教信仰紧密纠缠，便成为了不可撼动的铁律。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为印度社会的混乱埋下伏笔。更要命的是，除了种姓制度外，印度的民族与宗教冲突同样尖锐。印度是一个大国，却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在外部，而在身边。民族的分裂令地区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在枪林弹雨里，国家身处悬崖边缘，岌岌可危。为了打击分裂印度的力量，他们不惜远渡重洋，在别国开展暗杀行动，可见情况之危机。宗教的对立在漫长的斗争过程里演变成了无解的死局，而这3重危机竟然又与政治上的腐败产生了牵扯。为了争夺选票，政客们无所不用其极，使出浑身解数，制造阴谋，让印度政坛笼罩在无可躲避的阴霾下。盘根错节的势力更让印度社会的利益链条极为复杂，稍稍撼动一点便会造成蝴蝶效应，导致全局崩盘。简言之，印度社会早就乱成了一锅粥。二来，印度制造计划能否实现，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经济是确保国家崛起的基础，而莫迪执政期间最重要的经济概念非印度制造莫属。莫迪政府口号喊得响亮，可实际上成果却比预想的要差上许多。此前，苹果的印度工厂就因种种原因遭受重创。这些年来，印度外资地域的名号也十分响亮，归根结底是因为印度试图违背规律，平地起高楼。引进外来资本固然是发展制造业的方式之一，可外资注定只能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基础设施是制造业无法绕开的一环，无论怎样的工厂，只要投入生产，就需要电力。可到现在为止，印度依旧是个频繁停电的国家，不仅工业用电告急，就连居民用电也常常得不到保障。另外，原料也好，成品也罢，制造业与运输业往往不可分割，但显而易见，印度的交通运输水平相当堪忧。原料送不进来，成品运不出去，干再多也是白搭。由于基础设施存在先天缺陷，印度政府又举债累累，无法从根本上开展建设，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捞快钱。前来投资的外企成为了待宰的羔羊，谁也逃不出政府设下的重重圈套。从短期来看，这种做法的确能赚到钱，可一涉及到长远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损招。印度政府败坏了自己的口碑，投资方纷纷撤离，资金再度短缺，只能继续连蒙带骗，造成恶性循环，一发不可收拾。除了国内因素外，印度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算不上好。十字路口或许是对印度处境最贴切的形容。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外交战略逐渐改变，在莫迪政府的带领下，印度慢慢将自己挪到了中间位置，其实就是在大国之间玩平衡。而印度的独树一帜确实收割了一部分利益，但也将为自己带来麻烦。印度在国际上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大国的制约。印度自作聪明，以为稳稳地走在钢索上，将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可实际上，大国将印度的小动作尽收眼底，印度很可能自讨苦吃。以美俄两国为例，尽管美国的印太战略轰轰烈烈，看似为印度留出了一席之地，可实际上，美国对印度的防备心很重。美印两国从根源上便是水火不容，因为美国只想要一个得力的南亚小弟，而印度却妄图成为足以撼动美国的世界一体。再说俄罗斯，印度得意洋洋想通过与俄罗斯交好的方式给美国造成压力，然而俄罗斯也能看穿印度的伎俩，并不会甘心给印度当工具。先前为了削弱美元实力，印度与俄罗斯达成本币交换协议，
可囤积了大量印度货币的俄罗斯却花不出去，这令其相当恼火，立刻提出了抗议。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被轻易蒙骗，印度将外交的平衡战略想得太简单，却忽略了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威胁大国的筹码，最终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除了大国的制约外，印度所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印巴两国结怨已久，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开心结。上世纪60年代，两国甚至险些在冷战的背景下走向核对抗。想要发展，保障周边安全，或许是基础中的基础。可就连这一点，印度都无法保证，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困境。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可印巴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坦白说，这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引爆。另外，印度的第三个问题是深深的战略迷茫。莫迪政府看似将印度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实际上的发展战略依旧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往往会跟随国际局势而发生动荡。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国家，海权与陆权之间本就要有所取舍，北方的陆权与南方的海权，究竟谁才是这一时期的发展重点，是莫迪政府必须反复思量的大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印度便会如同航行在迷雾中的巨轮，失去方向。国内社会混乱，制造有危机重重，并未发展出真正的经济增长点。国外大国压制，印巴冲突未解决，陆权与海权的选择充满迷茫。这样的印度注定不可能超越中美，只能在想象中成为大国。